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叶婷。最新重磅爆料，习近平的最贴身大秘钟少军被传已经在上周被带走，而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也刚刚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这位本该是查贪腐的刀把子，如今自己跌落马下，军中连环震荡，把北京四中全会前夜推向了新的悬崖边。这还不止，青岛官员孙永红被查，被指是公正郭树清的人马，等于直击总理李强背后的班底。与此同时，海外爆料说，习近平正紧急安排李强出访美国，邀请川普在10月底访华，用川习会来给自己续命。朋友们，这一连串爆点清楚释放一个讯号，北京的气压正在急速下降，四中全会恐怕不只是一次例行会议，而是一场生死决力。最近，曾经一路跟随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贴身的大秘钟少军的负面传闻不断。9月16号，自媒体人老登爆料说，他刚刚接到消息，钟少军于上周被抓。在他被免中共国防大学政委的消息公布之后，有消息说他要去中办当主任接替蔡奇，还有传闻他要升任军委委员，接替苗华当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但现在得到的消息不是他高升，也不像本月11号旅美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先生爆料的那样，钟少军已彻底退出现役，而是被抓被查。因为钟少军伙同苗华收了大量的钱，苗华提拔干部是跟他一起收钱的。钟少军现在被定为军中第一贪，他收的钱要超过苗华和卫东。钟少军出生地在浙江，早年在福建、浙江当过秘书，2013年就换上大校军装，空降中央军委办公厅，成了军中监军式的存在。后来他在军委办公厅主任位置上做了10年，是习近平向军队传达指令、打理细节的最重要窗口。他作为习近平在军中的第一心腹和习近平的亲信，掌管军中人事升迁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合伙贪腐，卖官鬻爵，完全是在意料当中之事。2024年春，他突然被调到国防大学当政委，外界当时觉得是明升暗降，换了帽子，却远离核心。钟少军的去向一直没有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证实。钟少军的身份特殊，既是习近平的老秘书，又是军委办公厅旧日一把手。他的去留被看作是习对军权掌控力的一面镜子。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去向之谜已经成为今年秋天北京最耐人寻味的悬念之一，也是习近平权力是否在手的最直接的证明。就在钟少军的命运沉浮被关注之际，中共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的名字突然闯入视野。9月12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罢免王春林、张林、高大光和汪志斌的人大代表资格。汪志斌2023年底才接手火箭军纪委书记，这本来是专门查火箭军腐败的刀把子，如今自己被处理，耐人寻味。汪志斌出身南京军区，曾任安徽省军区宣城军分区司令员、福建海防13师政委。2015年升任陆军第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2018年出任第81集团军政委，2022年调任西部战区陆军政委，
2023年底接掌火箭军纪委书记，短短不到2年，他就从新刀变成刀下人，显示这场军中整肃已不是查旧账那么简单，而是直戳习在火箭军的布局。和汪志斌同在公告里的还有武警司令王春宁、军委后勤保障部长张林、联勤保障部政委高大光，他们大多与苗华和卫东的系统有交集，被视作习的人马。相比之下，汪志斌的资格终止更像是一枚新雷，不仅动了火箭军，还把纪委这个本应站在清查一侧的位置硬生生翻到另一面。这些人的落马再次证明了军队的权力已从习近平的手中转向了习近平的对手张又侠手中。如果说军中的动作是明枪，那地方的暗流就更像绵里长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月14号报道，青岛市委常委、黄岛区委书记孙永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孙永红履历一溜排，1968年出生，山东即墨人，山东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山东胶州市起家，历任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西海岸新区工委书记、黄岛区委书记等职。自媒体人姜维平分析表示，抓孙永红的目的就是中共元老在剪裙边，剑指上海市长龚正和郭树清。今年稍早，网上就有消息说郭树清被抓了，后来又有人辟谣说没抓，但这并非空穴来风，说明中共高层有人剑指龚正和郭树清。孙永红是长期在山东当官，2013年至2017年，郭树清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省长，而龚正于2017年至2020年担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省长。姜维平认为，孙永红就是龚正他们的马仔。孙永红的保护伞是郭树清，主要是龚正。龚正是上海市市长李强的人马，其妻子刘查，据维基百科的消息说，是前中共副总理刘鹤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刘鹤受到习近平的重用，现在中共元老整治习近平的手段跟习近平一样，就是剪裙边。现在官方出手整治孙永红，可能有人瞄准上了龚正上海市长的位置。联想到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前段时间巴结目前在幕后操纵中共政局的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专门请其子副部级的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与一众正部级以上的实权派官员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牌剪彩。胡海峰很可能是下任上海市长的热门人选。与此同时，老登16号爆料称，胡春华担任中共四中全会筹备或文件起草组组长，这说法没见官方名单，但配合他近期出访非洲、西藏之行的频繁亮相，让人联想到老人党正在酝酿某种备用方案。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图景是胡温等元老加上张又侠这条军权线，正利用案件和人事口子不齐，目标是把中共四中全会变成重新洗牌的契机。
面对军中和地方的掣肘，习这边也不是坐以待毙。美国总统川普9月17号宣布，美中达成协议，允许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继续在美国运营，并将其美国资产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转移给美国所有者。川普表示，将于本周五19号与习近平通电话。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先生透露了习近平安排李强将在本月访问美国，正式的邀请川普访问中国，具体的日期定在10月底。同时，在马德里会谈中美的经贸谈判中，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也向美方透露了，或者暗示的就是要求安排川普访问中国。习近平力邀川普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后会面，显然是在为不想在四中全会交出权力进行铺垫和找借口。川普会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站台吗？川普暂时未给予正式确认。如果真能把川普请到北京，那对习来说无疑是给自己续命，因为一旦行程定下来，中共四中全会就难以完全剥夺他的所有头衔，反对派也会失去最佳窗口期。不过，按以往经验，这种顶层外交的细节往往到最后一刻才敲定，中间反复很正常。你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